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10部好评率超高的古装剧，且不输大剧，让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。每次那些被串流平台评级为 S 或 S 加的重磅陆剧都会获得高关注。因为这些剧不是有流量主演，就是超级大 IP 改编。然而这2年许多 S 或 S 加的重磅剧相继扑街，没有诚意的剧情，即使流量演员也带不起收视率，反而许多中小成本制作的 A 级网剧逆风翻盘。由于带来的效益大，连带主演也跟着飞升，不少小透明演员都晋升为人气新星。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赵露思和丁禹兮主演的传闻中的陈芊芊咯。以下10部好评不输大剧 A 级古装剧，祝清好不输且试天下，东宫低成本做出 S 级。好评不输大剧的 A 级古装剧1：袁冰妍、郑业成祝清好。虽然袁冰妍靠着琉璃人气飞升，但如今的知名度还无法被称为流量。因此，他主演的古装剧《祝清好》在爱奇艺的评级仅是 A 级，投资规模为中小成本制作。一般若是主演的扛剧能力够强，就是不管是什么剧或剧情如何，该主演自带流量能力兼扛起整部剧的收视表现，其微博超话排名至少在前20，那他主演的陆剧才有可能会被串流平台评级为 S 以上。然而，祝清好虽然是中小成本制作的 A 级古装剧，还和恰似故人归、且是天下等流量演员的话题剧打对台，但它的评价和热度却完全不输。祝清好豆瓣评分6.4，以古偶来说算很高分。袁冰妍演得很有趣，郑业成冷面闷骚、霸气外露的模样也帅翻。这部剧因为删减掉很多情节，所以追起来会觉得不顺，但并不妨碍大家课堂。袁冰妍、郑业成简直是神仙选角 ，CP 火花和角色人设弥补了剧情的不足，超级甜！感叹号！好评不输大剧的 A 级古装剧2：何瑞贤、王星越珍馐记。万没想到，《珍馐记》这部被称为低配版上时的 A 级网剧，豆瓣评分竟然高达7.4分，远胜上时5.5分，完全吊打正主呀！这部剧沿用了上时的服装设计、场景道具，只是千万别把它当古装正剧来看，它就是一部轻松撒糖的小甜剧，典型的甜宠剧套路，没什么故事逻辑，搞笑喜剧元素不少，看着尴尬但也尬得有趣。是2022目前为止难得豆瓣评分破7的古装剧吗？《珍馐记》讲述年轻厨娘凌小小得到太子朱寿珪赏识，进入珍馐房，立志成为天下第一御厨。她面对来自晋王、李贵妃、皇后的多方挑战，在太子的帮助下，凭借高超的厨艺和善良的品德，一次次化解危机，赢得宫人们信服，并与太子相爱。最终太子更为了他甘愿放弃皇位，两人离开皇宫，双宿双飞。好评不输大剧的 A 级古装剧3：郑业成、胡逸璇离人心上。离人心上也是好评不输 S 级大剧的 A 级网剧，它的热度和收视表现都不错，大结局后网播量冲破12亿，播出时原本无人在意，靠着好口碑让许多自来水剧迷强烈推荐，硬生生推荐上热搜。离人心上男女主角的人设好，互动有火花，节奏也蛮快的，先婚后爱满满高糖，还有不少搞笑情节，会让人有动力接着看，是部良心好剧。而日前出乎意料的大结局在微博上掀起热议，让剧迷看得很惆怅，但不是烂尾，后续又推出高糖番外篇，给足剧迷惊喜。好评不输大剧的 A 级古装剧4：徐凯、张荣荣从前有座灵剑山。从前有座灵剑山虽然有徐凯和影后张荣荣，但两位的扛剧能力不强，所以被串流平台评级为 A。当时徐凯才刚以《延禧攻略》窜起，还不足以扛起收视。
殊不知播出后成为小黑马。徐凯和张荣荣在剧里根本是一对活宝，万梗齐发。徐凯臭拽耍帅又搞笑，张荣荣也不计形象狂讲黄色笑话，这对师徒恋越看越配，故事也有内容，追起来轻松有趣不无聊，在豆瓣上还开出7.1高分呢。从前有座灵剑山改编自同名漫画，因为意外大获成功，让制作公司有意制作续集。可是之后徐凯人气越来越高，档期越来越满，真的拍第2季也难再凑齐原班人马了。好评不输大剧的 A 级古装剧5，陈星旭、彭小苒东宫。虽然东宫是改编自热门言情小说的大 IP， 但是当时陈星旭和彭小苒都是18线开外的小透明演员，不足以扛起收视表现，所以东宫的评级仅是中小成本制作的 A 级古装剧。但也因为如此，剧组把钱都花在该花的地方，请演员省下来的制作费用来好好做服装道具，场景更是大费周章以实景拍摄。如果是流量演员，哪有档期跟着剧组到处跑呀？因此东宫的投资金额虽然是 A 级，却有着宛如 S 级的大制作，剧组真的很有诚意。除了拍摄质感满满诚意之外，剧本和演员的演技也都在线，使得东宫成为近几年最经典的古装剧之一。绝美的虐恋爱情让剧迷意难平。当年东宫真正是一波三折，2018年年底定档后又突然撤档，2019年初又在毫无宣传的情况下空降播出，播完后引爆话题潮却被下架，时隔半年才又重新上架，真的是历经万难呀。好评不输大剧的 A 级古装剧6，赵露思、丁禹兮。传闻中的陈芊芊。传闻中的陈芊芊也是超级争气的 A 级网剧，没有流量主演，没有大制作，没有大 IP， 三无的小甜剧却创造高话题、高热度，让许多人跌破眼镜。由于带来的效益大，连带主演也跟着飞升，让赵露思和丁禹兮2个18线开外的小透明演员瞬间晋升为人气新星。如今的赵露思已经可被视为流量了呢。传闻中的陈芊芊是中小成本剧集不输 S 级大剧的经典案例，她如今的网播量已经超过28亿了，收视表现直逼《长歌行》《千古绝尘》这些超 S 级的古装剧，以低成本创造高效益，因此让片方有意做第2季。不过官宣拍第2季至今依然没下文，感觉像要打水漂一样，要凑回原班人马也难了。好评不输大剧的 A 级古装剧7，虞书欣、刘奕畅。少主且慢行。少主且慢行是小成本制作的甜宠剧成功赚钱的经典案例，制片方投入了2800万人民币，剧集上线10天就突破了4000万人民币的收益，最终替片方赚取了超过7700万人民币的分账金额，投资回报率达300%。少主且慢行是一部古装探案爱情剧，讲述女主角田三七从小就喜欢与尸体为伍，唯一的兴趣就是验尸，是个极具天赋的探案天才。而她天天想着那个约定要娶她的小哥哥赵错，阴错阳差成功嫁给他，但却不能和他相认，两人开启一段你跑我追的甜宠爱情。好评不输大剧的 A 级古装剧8，李一桐、屈楚萧。媚者无疆。媚者无疆同样是 A 级网剧的逆袭，李一桐和屈楚萧2位主演无人在意，然而追过媚者无疆后，不少剧迷都被圈粉。这部中小成本 A 级古装剧的服装设计、场景道具都非常精致有诚意，质感一点都不输那些 S 级大剧，就和东宫的情况一样，把请演员的钱都拿去好好做彻装场景。媚者无疆小编真的大推。该剧改编自半明半昧的同名小说，原著小说就是本彻彻底底的小黄文，开篇就是女主角被迫性高潮，黄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想得到的、想不到的野艳情节都有，口交、肛交、杂交都只是小儿科，
几乎每一章节都很 A， 但没想到这种少不宜的黄文竟然被拍成偶像剧，整个故事完全升华了。剧版仅保留了原著小说的主线，其他的黄色情节全部删除，但加强了权谋斗争剧情，故事变得更有意思，真的改编得超级好。好评不输大剧的 A 级古装剧9《一夜新娘》。一夜新娘同样是评价很不错的小成本网剧，典型的沙雕高糖剧情，可是追起来一点也不无聊。男女主角的演技很圈粉，故事虽然无厘头但有内容。狂傲海盗和将门侠女的组合非常甜，男主角恋爱脑的设定是笑点来源，总之就是又甜又有趣。一夜新娘的网播量冲破14亿。一般这种中小成本制作的 A 级网剧，网播量只要破10亿就已经是走热的程度了。因此片方也着手制作第2季，接续第1季的故事，讲述花荣与秦尚成历尽劫波，终成爱侣。正当2人婚礼时，一纸圣诏却命花荣与邻国质子和亲。为保全天下，花荣决定与秦尚成暂时隐婚，一同率领天楚使团出使南荒和亲，进而开启新一段冒险之旅。好评不输大剧的 A 级古装剧1时，王子奇、苏晓彤御赐小仵作。A 级网剧的逆袭当然少不了御赐小仵作，这部真正是好评不输 S 级大剧，豆瓣评分一度冲到8.3分，没有知名主演，没有通稿营销，靠着自来水剧迷的推荐在微博上发酵，节奏紧凑，剧本好，男女主角人设讨喜，一边撒糖一边探案，推理逻辑的剧情完全不无脑。小甜剧做到这样真的不容易。御赐小仵作改编自清闲丫头原著同名小说，讲述了唐中晚期来自西南山区仵作世家的少女楚楚，为实现梦想独自来长安闯荡，参加仵作考试，遇到断案如神的安郡王萧锦瑜，2人卷入朝堂斗争，并一步步揭开谜底，最终破解了一场延续18年的惊天大案，过程中也收获爱情和友情。